不往那边走了，没想到还是往这边走了。你还是摇摆了，你本来今天也觉得会颠的，对，结果一下子改了主意，只有项羽坚持了自己最后的决定。对，但是我前2局都预测错了那个顺序。问题不大，我觉得最后一把只有你有机会，我俩都已经没有资格参与第7把的这个胜负的预测，对吧？所以你现在还存活着。来看一下我们身后有巅峰对决的阵容预测板子，这也是2位研讨了之后共同决定。我还把2支队伍的这个英雄胜利给了他们，他们研究了好久，讨论了好久，来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套巅峰对决的阵容。北京微博的话是，其实一开始对抗路上面选的是狂铁，但是看了一眼子墨司空震的胜率，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哇，他的胜率好高啊，他会不会选司空震？然后再看他这把的发挥，就感觉可能有很大概率去玩司空震，打服了，而且教练可能会延续他的手感。对，然后因为打野上面他也配的是裴擒虎，所以说我感觉他们有可能在一起组一局。然后的话，打野就暖阳的老虎胜率其实也很高，然后我觉得他老虎玩的也挺好的，所以觉得他可能会选老虎。然后中路的话，就感觉听乐带节奏的能力也挺强的这几把，然后感觉他可能会选出一个火舞嘛，然后刚好去在中路配合老虎的节奏。然后发一路是因为我之前看他的小麦的比赛，我觉得他孙尚香玩的挺不错的，挺好的。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胜率也挺高的，虽然说这个 BO7里面他没有玩，但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选。他之前胜率6局只输了1把。对，然后辅助的话就是感觉他可能会为孙尚香搭配一下，然后对梦七的太乙胜率也很高，就玩了8场62.5%的胜率，而且可以保一手容错。对。我看到现场这边，道仔好像在抹眼泪，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因为确实，如果狼队拿下这一把的话，就不用打到巅峰对决。就比赛场带给人的压力还是比较深重，我们没有办法切身时刻的去有体会，但是这些压力也要扛住。我还犹记得年总当时道仔那一把巅峰对决赢下来的时候，浑身颤抖，由小胖最后背到了舞台的中央鞠躬。我觉得。给他一点时间，好好调整一下。是。现场的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狼队这边的阵容，我觉得项羽最后这首张良解释一下。张良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狼队他比较喜欢玩花的吧，就张良，然后他今天也没用到，我觉得他可能会预判对面会出老虎加司空震这个体系吧，然后也比较克制的感觉。是的，那这一场世纪之战，北京微博对阵到重庆狼队，也是本赛季的第2场巅峰对决，阵容究竟如何？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赛场。现场以及各位屏幕前的障碍师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巅峰对决。巅峰对决，对抗路。关羽打司空震，司空震我想到了，关羽我没想到，我以为是会出个狂铁。反正我想归西这边肯定是关羽或者是狂铁其中之一。对。但他如果出关羽的话，那他已经不准备打对线了。裴擒虎对凯这个我是真没想到。但这手凯确实刚好，你说打裴擒虎和关羽都还可以，但是在抢速率上，他刷起来没有小胖这种老虎快。对他可能经济不会特别高。对。中路位置，我觉得中路应该沈梦溪对沈梦溪，是的，中路应该都是沈梦溪，完全一样。我觉得发育路也可能有变数吧，但公孙离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个。看一下，就要迎来最期待的发育路位置的对位，公孙离打到公孙离，那游走就都配上4元了。那估计是的，应该也不会说配到大。除非说像项羽说的，就狼队这边可能会来一手张良啊，最后一手少4元，少4元打少4元。中射辅一模一样的对阵，一切的变数就在上野。龟七和小胖的关羽加裴擒虎打到的是子墨加暖阳的司空震和凯，只有上野不一样，只有上野不一样。对的，但是。在这2支队伍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上野在各自的队伍当中都有创造过辉煌。北京微博这个赛季就是围绕上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而重庆狼队的上野组合给他们拿到的是自己的 FMVP 英雄裴擒虎、5杀英雄关羽。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决的这张门票究竟花落谁家？重庆狼队对战到北京微博。
第7局比赛。这也是他们时隔1年再次交手之后的再次巅峰对决。进入比赛，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北京微博。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这个换线有意思。是的，确实，如果公司少资源过来，就是抓到一个4个人对线的4个人确实很难玩。但是关羽是可以做到抗压的。对，关羽他可以远程补刀。对的，可以给个1技能劈一下，而且他有续航。我觉得微博他这手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于他们的经济分配。因为已经在下路准备出公孙离的情况下，如果再拿老虎的话，老虎和公孙离其实是2个需要抢经济的点。是的，而且像，哎，先看这波要抓一下，拼了一波，要被推回来了，直接控到推回来找小麦，第1滴血，归期到手，很果断啊，被强抓了一波。上位置上2对抗，少思源去帮4公正形成2-2了。是的。这波归期的支援是很到位，而且很果断。归期是一直在下面，子焕支援过来帮忙抓了一下，主要他的疾跑开得很好，第一时间就看到子焕过来就已经起杀心了。上了位置，少思源直接踩一下。听月过来帮拿空间之灵，这个线卡在前点了。这波应该一起来提空间之灵的速率，但是这一波让公孙离又落单了，公孙这波线可能被卡，得赶紧去传一个去帮公孙离护一波。对，沈梦溪要下去，3个人都在下路。是的。这么看前期相对来说，狼队会更主动一点。是的，包括整体的经济上面也是通过这些主动赚到了优势。这么打暖阳和小胖之间速率会差很多啊。是的。但还有一个点，先看这波，想打一套，换伞回推的少思源，是的，碰到了梦溪的状态被打残了，还想再战，因为有一个沈梦溪在靠过来。对，就是这个狼队这个阵容，其实打到中期他可能没有前排。对，但他们在一个中野的速率上面是要比微博的速率要快的。是，但你看经济，凯已经2000了，因为沈梦溪是放线的。对，而凯之前在公孙离被抓的时候，他把下路那波线给吃了。对的。中路线是一起吃，要往上包，这个动线是狼队看在眼里的。对，北京卫单吃一波，那就空间之灵狼队是不敢打了。是的，但这一波又是一波大线，凯其实看要不要一起吃，没准备一起吃，让4公正。对，因为他这波蓝区要刷了，怕如果一起吃拖速率，自己蓝区可能被裴金虎反掉，因为不敢点长阵。互相摩擦，是梦溪率先发难，找到了医生，直接配合上队友的伤害把他给带走。这波狼队以为这个凯走了没事了。但没想到这听月这沈梦溪过来，直接是把你一个站位靠前的少思源给抓了。是的，这波下来，小麦直接换伞过去找人推上墙，小胖没了，给小胖在半空中劈下来了。其实凯打裴金虎前期还是挺好打的，因为裴金虎在打凯开大的时候他是根本打不动的。对的，而凯开大的时候在前期他的一个爆发又是非常强的。但这个点要到4分钟了。对，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凯选的很细，是吧？就是你除非。你的优势点就在于跑图上面嘛，铁金虎。但是凯这边是你不要跟我对抗，你跟我对抗你就打不过。而且凯就是更新了之后，他能穿墙之后，其实他的跑图也不弱，也很快。这样，微博是利用前面打出来的一波小优势，想要先驱动暴君，而狼队的话直接选择换节奏。沈梦溪在靠，听月要到了，这波可以保一下防御塔。这波位置压不进去了，暴君是微博拿到的。这样发育起来，凯的发育很好。4公正发育其实也没有被限制到什么，因为真要是说2打2对线的话，其实4公正少思源其实并不弱于公孙加少思源。对，那到中期大家开始抱团的时候，微博这边有个前排顶着，后面有少思源在给凯续航的话，他们可以去挤狼队的野区。是的，而且这波4个人是也没有那么好压一塔。两边公孙一出装也是有点区别。道仔是一个抵抗之靴，小麦的话护甲鞋。
一个颠刀，一个末世。那小麦这个出装会不会是法球流那一套？他应该会这么出，因为他打到关羽加裴金虎，他得加点容错率，因为还有沈梦溪。但是这把看到道仔他这个阵容，他其实不太需要容错，他可以是可以做那套隐刃末世那一套，就传统的传统纯输对，出，纯出流。诺派对刀派。现在整体的下半图节奏上面，微博会更加的主动，而狼队这边的话是选择把线换回来了。大招吃线，应该是一塔换一塔。没错，拿红了，要提速，甚至裴金虎的红都直接给公孙离了。两边如果没有很好的机会，都不敢轻举妄动，那可能就会要等到10分钟，对，就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各自发育。这里凯是已经开始顶野区了，是的，经济很高，直接带着队友进到蓝区，主动找机会，碰到了小炮，抢，到手了，想留不住。有少思源在的话，也能够提供续航。是的，而且这样的 buff 分配对于阵容来说，北京微博这边也是舒服一点的。对，就因为他们只有打野的选择嘛。是的，因为裴金虎和公孙两个人其实都比较吃红 buff。那这样的话，就是老虎的作用会变得很低。是的，如果再让的话，作用很低。这波直接想再进一波红，蓝反反红，成绩也快要好了。是的，中间看过不过，想让凯伊自己先顶进来，会选择开大直接顶吗？进来。老虎是交城的，这次一丝血直接继续追，被砍掉，砍死直接，生生砍死了。少思源走不掉，直接去找公孙离，可以回包，找到了2塔后方的一个位置，短阳拿到2连击破，把对面的野兽全部带走。这个时候关羽才清完中线，赶过来的时候队友已经死了3个了。赶什么去？没打要破高地了呀，下路微博的人的状态都很好啊，只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破高地了，7分钟破高，太快了，这是非常快的一局速度。这就是打野选择之间的区别。来看这波，小胖想抢，确实成绩交了，抢到了，但是自己吃了太多的伤害，后面被暖阳给追死了。是的。而同一时间，画面另一侧就子墨的4公阵进场，直接是配合队友把道仔给击杀掉了。对的，而且因为微博这边第一时间5个人直接抱团抱起来了，所以他打团可以直接开起来。但关羽这边是还在中路的，他是过不来的。对，因为中线的话是微博这里让小麦先清掉的，归期过来的时候他要过一个后线。没法去追，没咬下去，咬下去应该是能杀。他咬下去就是带着少思源一起下去，少思源还能定一下。但这波位置全部都暴露的话，就是微博的机会了。微博可以把蓝 buff 控一下，暖阳拿走。其实这几波的连续节奏都是微博这边利用暖阳这个点凯的一个强度强劲对面的 buff 开始的。对，就是一个弹野和野核的区别。没错。你又是野核又是射核，那我这边一个弹野加上射核，我首先资源分配的好，对的。这样的话，弹野在顺了之后，他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去挤视野，可以在打野区进攻的时候作为一个冲锋者，直接顶在前面。就现在这个凯在道仔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是处理不了的。道仔现在也就2件套，末世加上隐刃。还等至少有无尽，然后可能尽量快把破角憋出来，可能对凯他有点威胁。对，暖阳60%的一个入侵率。除了刚开始2片野区没进，后面暖阳一直在进。小麦追着连探草换伞想操作，拖延一波时间，而且操作成功，自己但是关羽也来了，先一个换伞躲一手，再换一下，在操作，没有能够踩到，反而自己被对面踩了一手，定胜这波小麦操作拉满了呀，游刃有余啊！正面的位置，子墨这个加上暖阳，又是卡住了对面想要去支援的人。是的，这边两边都有点开花。那这一波打完，感觉狼队。这波打完就有点难受了。小麦是真的大心脏啊！对，这波小麦是一个人先操作3个。其实这波是第一时间被蹲了，其实是有点失误的，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对，但他刚开始被蹲到的时候，狼队一波伤害打完了，对，因为没把他击杀掉。那小麦这边的话，通过一手狂暴一开，然后2技能直接反吸一口。对的，因为是个沈梦溪加少思源嘛，如果是裴金虎加少思源，可能会有点危险。是的，后面细节的就是关羽2技能踩进来，被他1技能躲了。是的，后面还想给一刀，又被一个换伞躲了。可能不回放。来看一套吃完，他第一时间大招推一手，然后狂暴2技能血量吸回来，让关羽进来。这个大招推的也关键。
而且这波因为他1挑3，游刃有余的应对了过来，直接化被动为主动了。很长士气啊，这波。是的，10分钟的龙点上面，微博也是先占的下半图的视野。狼队感觉好像想换龙，抢得过来吗？已经暴露了，在反挠，微博要包。反打看一下暖阳的位置，想包从侧面想打一个包加位。 看先留谁？空位过墙，少找思源对面3个人完全不怕的，闪现走开了一个再过墙接过去，小麦在旁边直接杀掉了豆仔，对面的射手没了。微博这边又是一波多打少，看一下关羽的位置上一换，又被小麦换伞这边躲了。小麦在如此高亢的情绪状态之下，还能够打出这么飘逸冷静的手法。来看他一个大招换伞过去，直接跟你硬点。直接硬点。在这个时候，小麦他的装备上面是有一个守护者之铠的，主要是装备经济，他也是领先于刀仔的。对的，输出比你高，而且他还有防装。对，而且那你这时候怎么打？对的，而且先手到了。直接动双龙。狼队这波想出来。 这波微博需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龙如果被抢的话，还是有转折点的。对，龙被抢会拖节奏。对的，这时候是有羁绊的。但是裴金虎其实过不来，这个伞飘过去了，狼队身位直接被这个伞压退，给到十足的压力。少思源抢到了，医生拿到了这一条龙，适配大招推过去之后，他的那个爆给爆死了这个龙。 哇，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这个我感觉就是天意了，这是想让这个巅峰对决想再多看一会儿。这一条龙让医生抢完了以后，可是直接可以阻挠微博最强的一波进攻啊！是的，本来这波双龙基本上都是能破3高了已经。微博的收益在拿完龙之后反而变低了。没错。 想抓人，但是微博后面也在帮子墨做反蹲，两边都是5个。关羽卡一个红区已经看到人了，好，直接盲猜你在这里。但是抢到这条龙就是狼队手上握着的一张牌。是的，本来是微博打进攻，现在变成微博要去处理兵线了。对，这样会让狼队这边再发育一点装备。 小麦的破晓已经做出来了，已经在做不祥了。刀仔这边的话是做了个5进3件套，是的，把视野压回来。高地是有一个拼的，对，下1塔应该是得给了。把蓝再控回来。老队好像想用的这个主宰好像想打一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波机会。 那这一波机会看微博怎么抉择，微博觉得如果包过来，看他们要不要跑。狼队要先把河道的位置卡好，不然容易被反包。是的，这个点暖阳依旧还是很强的，他的卡。这时候感觉还是打不过，还得撤。对。那微博这时候第一时间要处理兵线，还想接团，但这波接团自己家兵线很差，想直接上。微博想打正面强攻，交了一波闪现，然后借着队友直接过墙1赶4，直接塔住了对面4个人，配合上司空震的一波进场，先留下了医生。看一下正面，子墨还在不断的给压力，然后小麦在侧面又是点掉了刀仔。是的，公孙离又倒了。那这一波打掉2个，下高的线闭路到手了。是的，下高的线是让神门系回去，但这波高地肯定要被推得很残。老虎在等。 微博这边露视野，但是微博是要拿中线去压你高地了。4个人掉点，如果能打到的话，就有机会能一波。微博不想放过这种主动的机会。正面的话，沈梦溪盖了一颗大招想去清线，但是有点难清。中路的高地的话，小麦还是收下。得走10秒钟，确实也来不及。 10秒钟，马上就要刷下条龙了。但是碰到的是一手子墨的司空震，有点难以再追击。是有肉的。 想追，想拉出来一波，想去处理这波线，龙应该是要给的。这一条黑暗暴君微博依旧可以拿到。少思源这个大招，放了个小种子在这里。对，就在那挂着，然后93滴血。哇，神奇！再看一遍还是觉得神奇。是的。然后这里暖阳一个人追4个，后面道仔没有空间了，一个换伞回去。
没地方走了。对的。 Red team killing. 这条龙微博不会急着再去动了。是的，微博可以直接先用这条黑暗暴君的 buff 去压。没错。这波看会不会把下路线给断掉，这样裴金虎去截这波线就没有什么收益了。沈梦溪回去清线了。对，给个视野过来给点压力。但这个线其实不用太回去清，回去清的话，你过来又需要时间，因为他怕被裴金虎蹲，得绕一圈，那这波可能又得等。 先控狼队一个红，两边这波应该要斗智斗勇。对，微博已经把中下线做好了。是的，中下线做好就可以直接把阵地转移到上路，先把上路2塔给拔了。直接拿大招探视野，我看到庭院很谨慎啊，怕被蹲。 Red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可以这波高地，四公先去下路截线。这个时候更要求稳，这波应该还是准备回去动主宰了。哎，开启一手。 逐日啊，没有逐日，开狂暴去偷了一下，想打一套，但是裴金虎比较灵活，回头要去处理龙。狼队的上下两线太差了。是的，这一波等小麦拿完红，应该是破3高的局面。这波被消耗的有点痛。道仔的输出已经补起来了。是的，其实破晓已经出来了，现在其实都有画面了已经，但是跟小麦的差距就是在一个有防装，一个没防装。上线有暗影之境，要先对高地发起进攻。狼队现在很难的有一件事情就在于归期的关羽也没有任何可以绕后的环境。对的。 同时，他们正面又遭受着暖阳极大的压力，他身上是有一个冰霜冲击的，开了大招，先挡在前面。那这波应该又要撤了。狼队这边没掉人，没掉人的话，这个水晶微博暂时破不了。对的，两边就是互相慢慢试探。微博也很稳，知道不能急。可以现在红去蹲一下，然后再等黑豹刷新。这样看，这么看的话，下一波可能就是这波直接大推上来，想打有想法，没抓到机会。对，如果这波上的其实还是比较冲动的。想找一波机会，结果咬上来，但是上次也奶起来了，反而自己最后是倒在了里面。小麦身上已经带着无坚不摧了，而且中下是有兵线的。这波小胖有点冲动，因为是有不祥的攻势，他根本咬不死。 下路兵线，暖阳一马当先，先打在里面，想要把这个线运进来。小麦在侧面拿到了一手无人能挡，先杀掉人，然后正面的话估计进去被做了一波拆火，兵线进去要点水晶了，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4比3战胜重庆狼队，晋级胜者组。